这个衣冠禽兽！庄将，我早就看上你了。你放心，等我娶了你家小姐，霸占了侯府的丰厚嫁妆，我一定纳你为妾。到时候我们两个吃香的喝辣的，共享荣华富贵。纳我为妾？就凭你这种恶心至极的烂人，你不仅想毁了小姐的一生，还想拉我一起下地狱？真不想杀人啊！好啊，柳公子，这就对了嘛，乖乖听话，哥哥以后一定会好好疼你的。你个贱人！你真以为我会为了你这种垃圾搭上我自己的命？烂命一条，你也配我家小姐？我真不想杀人，为什么他们总不让我过好日子呢？处理掉这个祸害，小姐的清白勉强算是保住了。只要我永远闭嘴。大小姐，老奴奉侯爷之命，请您即刻回府。孙管家，你们怎么找来了？大小姐，您糊涂啊！若是让陈王师弟爷知道您与人私奔，整个侯府都要跟着遭殃。那个姓柳的穷酸书生呢？把他交出来！老人今日非要打断他的狗腿。柳郎他不在。给我搜，挖地3尺也要把那个拐带大小姐的混账东西找出来！都别搜了，我跟你们回去，但是你们绝对不要为难柳郎。若你们非要找他，我今日就死在你们面前！唉，小姐真是无可救药了。都这时候了，她还在为那个想玷污我，还想把我们都卖了的人渣着想。大小姐息怒，千万别伤了自己。老奴答应你，只要你肯乖乖回府，老奴绝不派人追究那个书生。我有什么错？我只想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这难道也错了吗？小姐，柳公子到底有什么好？他跟别人不一样，那些王孙公子看中的不过是我酉阳侯府嫡女的身份，可柳郎不一样，他满腹竟然出身不好，但以后一定会有大出息的。不一样，确实不一样，比别人的血格外的腥臭。柳郎是最爱我的人，他说过要跟我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爹娘就是顽固不化，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情。一生一世一双人，真是最薄情的读书人说出的最动听的谎言。侯爷和夫人最大的错误就是让你这千金大小姐吃得太饱了。管家，回去之后，我娘如果因为私奔的事要责打你，你就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就说是我逼你去的。小姐，你就是太善良了，可惜善良在这世上是最没用的东西。为了不让他继续错下去，我也只能把那个姓柳的送上黄泉路。我做的是对的。小姐想过苦日子，但我不想。我穷怕了，穷真的会被饿死，被打死。我不愿意再过那样的日子。其实我也算极其幸运的，和那些在寒冬腊月死在路边的野狗相比，至少此刻我还活着。那个时候我就一个想法，活下去。小丫头，饿坏了吧？跟我走，乖乖叫我一声爹，以后保你天天有热饭吃。我以为从此我可以像别的孩子一样过上幸福的日子，但那只是我以为。3年后，美好的生活没了。爹！这小丫头可真是个孝顺的苦命人啊！是啊，侯府有钱，希望能收留她。爹娘，她怪可怜的，做我的贴身丫鬟吧。我费尽心机，吃尽苦头，才爬进这座侯府，绝不能因为小姐那可笑的恋爱脑，让我好不容易得来的安稳生活毁于一旦。小姐，我们到家了。哟，大家快来看看，这不是我们侯府那平日里冰清玉洁、高高在上的嫡长女吗？你都跟姓柳的穷酸野男人私奔了，怎么还有脸活着回来啊？真是把我们侯府的脸都丢尽了。宋淑宁，你生性淫荡，做出这种不知廉耻的恶心丑事，根本就配不上尊贵的陈王世子爷。按照咱们侯府的族规，你就应该被扒光了进猪笼。这个卑微的庶出二小姐，从小就事事要压小姐一头。小姐学琴，她就要学筝；小姐作诗，她就要写词。如今世子爷看中了小姐嫡出的尊贵身份，定下婚约，可是把她嫉妒的要死。宋锦轩，你给我闭嘴！我的事情还轮不到你一个低贱的庶女在这里指手画脚。你个不要脸的烂货贱货，死到临头了还敢在我面前摆嫡女的臭婆！小姐，想走？别理这条疯狗，谁也别想踏进这个大门半步。二小姐，大小姐一路奔波，身体不适，还请您让开。
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跟我说话？贱婢，就是你怂恿大小姐私奔，败坏侯府门风。今日我就替夫人好好教训教训你。我必须忍，现在绝不是掀桌子的时候。不许你动她，有什么事冲我来。双线是我的丫鬟，轮不到你们来教训。小姐，哎呦，我的好姐姐，你这是做贼心虚，急着包庇同谋了丑事。黄嬷嬷替母亲大人教训规矩的下人有何不可？你为了区区一个贱婢，连侯府的百年规矩都不要了吗？我最后说一遍，私奔是我一个人的主意，与双小毫无关系。你们要打要罚，全部冲我来！谁敢动他一根头发，我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立刻去父亲面前告你们一状，大不了鱼死网破。好，你们几个死人们，还不把他们两个给我强行押进前厅！我倒要看看，今天还有谁能救得了你们！好，好，贱婢，我是不敢动大小姐，但夫人不会放过你，你就等着死吧！大小姐得罪了，都住手！夫人的院里都能听到你的声音了。霜降，夫人有令，带你回去问话。来人，带走。不，你们不能带走他，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和霜降无关。姐姐，你还是省省力气吧，这可是母亲的命令，一个低贱的下人也值得你这样拉拉扯扯，真是丢尽了我们侯府的脸面。大小姐，侯爷和夫人生了大气，霜降没有起到规劝之责。来人，把小姐送回院子，严加看管。我不回去，放开霜降！你去跟母亲说，我愿意嫁给陈王世子，求母亲饶霜降一命。真是个愚蠢又心软的女人，她居然同意了，凭什么好心人都让她占了？有小姐那句话在，我最多受些皮肉之苦，但只要小姐在，我的日子就不会差。你们要做什么？夫人吩咐为姑娘沐浴更衣。这为什么要把我打扮成小姐的模样？走吧，夫人和侯爷在前厅等你。荒唐，简直是荒唐至极！眼睁睁看着我们侯府和淑宁的前程都毁了吗？夫人，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女儿宋淑宁。让我冒充宋淑宁替嫁，他们疯了吗？嘘，仔细看着，听着。宋夫妇，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为了宋家的颜面，今日这门亲事还是退了最好。世子此言何意？婚姻大事岂同儿戏？岂是你一句退婚就能作罢的？宋淑宁跟人私奔这事儿，如今宋伯父执意不退亲，那侄儿可就不能保证这个消息还能瞒住多久了。宋淑宁水性杨花，不知廉耻，她根本不配我萧子瑜的妻子。看出来了吧？小姐从私宾到被抓回府，前后不过1个时辰。萧子瑜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清清楚楚知道了一切，并且还直接上门逼迫退亲？他显然是早有准备。小姐这是彻彻底底上了萧子宇的当。那个带小姐私宾的柳姓书生，根本就是萧子宇安排的诱饵。宋伯父，我知道您已经派人去追宋淑宁了，但是就算追回来又如何？这样的残花败走，可入不了我们陈王府的门。如果您非要坚持把宋淑宁嫁过来，成亲当天，我就会当着全京城宾客的面写下休书一封，宋家的脸面可就真的一点不剩了。你敢！逼到这个份上，萧子玉难道真的只是为了退婚？不对，如果只是退婚，他不需要把事情做绝，他一定还有别的目的。当然了，咱们两家毕竟是世交，我不喜欢宋淑宁，但是父命难违。皇上的赐婚也不能当儿戏，这个婚约也是可以继续的。不过这婚约的内容得改一改。宋淑宁既然已经失贞，自然不能做正室，必须由她自请为妾。等我八抬大轿风风光光的娶了青宁做世子妃，就会勉为其难的纳她入门。这样保全了你们宋家的命，也全了我对青宁的情谊，岂不是两全其美？青灵，柳青灵，那个青楼出身的花魁。你，此话也是陈王和王妃的意思。这就不劳宋伯父操心了，您还是多操心一下令密吧。万一他寻死觅活不肯回来，到时候可别怪我连妾室的位置都不给了。
爹，宁儿，你怎么来了？今日的女工做完了？这是府上二小姐。舒宁见过世子爷。小姐深居简出，出门必戴面纱。王妃相看时也隔得很远，萧子瑜也没看清真正的宋舒宁，他大概率猜不出。不可能！哼，世子爷是觉得老夫不认识自家女儿了？他明明跟人私奔了。世子爷慎言，你再敢污蔑我一句清白，小女子就算拼了这条命不要，也要去敲响登闻鼓，告御状。宋舒宁跟人私奔，本世子有人证。永阳侯当真要为了颜面，指鹿为马，糊弄本世子不成？人证，那便请世子爷把证据拿出来。现在我就跟世子爷去御前对质，请皇上为我做主。若我是冒充的，便是欺君之罪，杀头也无妨。可若我不是，那世子爷和陈王府就必须当着天下百姓的面给我永宁侯一个交代。那个姓柳的书生已经成了荒山枯骨，他萧子玉就算找到，也是一具尸体，拿不出任何证据。好一个宋舒宁，你就这么缺男人吗？你以为耍这种手段我就会喜欢你？我告诉你，你连青宁的1/1000都比不上。这种男人，连我一个女人都不如，根本不敢拿命赌。双江，今日之事你做得很好。我们决定由你代替舒宁嫁给萧子瑜。做出这个决定，一来是你对舒宁忠心耿耿，服侍他这些年，对他的一切了如指掌，不易露馅；二来你临危不乱，有勇有谋，面对萧子玉那等纨绔，竟能不落下风，这很好。与成王府的婚约已成御前，退婚便是抗旨。如今萧子玉的真面目已经暴露，舒宁性子软弱，嫁过去只有死路一条。你替她嫁，既能保全侯府颜面，也能护住舒宁。他们是怕那书生还活着，随时会出来指认，败坏小姐名声。届时便可将一切推到我这个丫鬟身上。奴婢但凭侯爷夫人做主。你放心，只要你安分守己，侯府绝不会亏待你。从今日起，你就是宋舒宁。奴婢谢侯爷夫人再造之恩，只要能让小姐平安，双剑万死不辞。双家，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让你替我去那龙潭湖雪。小姐快别这么说，小姐待奴婢恩重如山，如今能为小姐分忧，是奴婢的福分。为了小姐，奴婢就算是死也无憾。这些你都拿着，以后在那边要好好照顾自己。小姐保重。荣华富贵，我来了。双将，好歹你现在也是世子妃，这也太过分了。大婚之夜，宾客都散尽了，世子爷竟还不来新房，这传出去，岂不让人笑话死？陈王和王妃就这么纵容他吗？他们若不是一直纵容，柳青宁又怎能安然无恙地留在王府？若不是想找阮世子捏，又怎会选中宋初宁做这个世子妃？他们就是欺负小姐性子好，能容得下那个青楼女子。所以，从踏进这个门开始，我们就在狼窝里，要么被狼吃了，要么就做个更凶的狼。宋初宁，这世子妃之位我给你，但是你别奢望更多。哼，我爱的人只有青宁，过2日我就会纳她为侧妃。以后在这府中，你不可刁难她，见到她要绕道而行，听见没有？好啊，除了世子妃之位，其他的我也不要。子瑜哥哥，你跟世子妃好生说话，千万别因为我跟世子妃置气。我不……你怎么来了？夜里风寒，你的身子受不住的。我是担心你妾身卑贱之身，不值得子瑜哥哥为了我和世子妃争吵。你说什么胡话？你在我心中就是最好的。宋初宁这种心机深沉、满心算计的人，根本没法跟你比。不用管我，今日是子瑜哥哥的新婚夜，你不用管我，赶紧跟世子妃洞房吧。胡说！我怎么可能跟他洞房？今夜我肯定是陪你的。宋初宁，你好自为之，不要给我弄什么幺蛾子。
老奴崔嬷嬷是服侍我们清明姑娘的贴身嬷嬷，有何指教？指教不敢。老奴是代表我们家姑娘来劝劝世子妃，往后在这陈王府还是识趣儿些。那我们家姑娘最好躲远点，有世子爷护着，这府里就算是王妃，也得给我们姑娘几分保面。也不怕告诉你，之前永阳侯府外那个姓柳的书生，人是老奴我亲自安排的。那蠢货勾搭错了人，才让你侥幸躲过一劫。但你别高兴得太早，没有姓柳的，还有姓张的、姓李的，老奴可保不准。日后会不会有其他野男人在世子妃的床上醒来，那场面可就不好看了。废物！双晶，他们欺人太甚。他们这是要你的命啊！干活了，新婚之夜总得先收点利息。双江，你这是要做甚？咱们快回去吧，要是被巡逻队撞见就说不清了。回去，等着他明天往我床上塞个男人，坐视我不真的罪名吗？可他只是个下人，量他也不敢。他是不敢。但他背后的柳青挪敢，世子更敢。在这王府里，除了我们自己，没人会帮我们。下午劳烦崔嬷嬷指教，我向来知恩图报。你想害死我，我自然要亲自送您一程。宋小姐，人我已经解决，说好的钱，会有人送过去。不是世子妃，她跟我们无冤无仇的，你怎么能让人杀了她？无冤无仇吗？冬梅，你跟在夫人身边这么多年，怎么还如此天真？柳青宁设计陷害小姐，企图毁掉侯府的声誉，这崔嬷嬷就是最得力的帮凶。哼，对一个未出阁的女子来说，坏人冥界和直接提刀杀人有什么区别？何况她只是想坏我冥界吗？只要我们软弱，她可能会要我命。更何况，今日她话里的威胁你没听懂吗？她敢大摇大摆的来告诉我，要在我的床上塞男人来冤枉我，其恶毒程度可见一斑。我这个人生平最讨厌的就是被别人威胁。柳青宁那个蠢货可以留着慢慢折磨，但是作为马前族的崔嬷嬷，既然露了獠牙，就必须现在除掉。我可不是那种等着别人把刀架在脖子上才想起来求救的人。我信奉的唯一准则就是先下手为强。起来，干活了，把周围清理一下，我们走。世子妃，要是明日被查出来可怎么办？这里可是陈王府啊，一旦事发，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慌什么？查？他们拿什么查？这府里看柳青灵和那个老偏婆不顺眼的人多了去了，所有人都有作案的可疑，唯独我们两个最不可能惹人怀疑。我们今日才刚刚抬进陈王府的大门，在所有人眼里，我们就是任人拿捏的新人，和这老偏婆没有任何旧怨。谁会相信一个娇滴滴的新婚世子妃会在大婚之夜跑去暗巷里亲手杀人？这笔账怎么算也算不到我们头上。冬梅说是来服侍我，实际是夫人派来监视我的。杀鸡儆猴，我要她彻底明白我的手段，万事都要有个忌惮，她才会对我绝对服从。奴婢明白了，奴婢今夜什么都没看见，往后为世子妃马首是望。世子妃，您真是神机妙算。昨晚的事情，今天一早整个陈王府就闹开了，不过消息很快就被王爷下令死压了下去。显然世子刚刚大婚，王府里就出了命案，传出去实在太丢脸了。这就叫灯下黑。调查都是私下进行的，果真如您所料，没有任何人怀疑到我们头上。刚才王妃还特意派了身边的嬷嬷过来送了些赏赐，安抚您昨夜独守空房受了委屈呢。意料之中。前院现在是个什么光景？
柳青宁那个贱人，借着崔毛毛死了哭得肝藏蒜汗。世子爷为了哄她，现在正带着她跪在王妃院门口，求王妃点头，让她即刻就拿柳青宁为侧妃呢。还说王妃不答应，她就不起来。世子妃，您可不能就这么算了，新婚第2天就要纳妾，这传出去，您的脸面往哪儿搁？您放心，王妃肯定不会同意的。您只要什么都不做，这件事就成不了。不，让她纳，赌不如输。我越是反对，她就越是要娶。与其费力不讨好，不如送她个顺水人情。世子妃，您说什么？您要同意？那柳青诺进了门，岂不是也到您头上来了？骑到我头上，他还没那个本事。你去，现在就去王妃院子外候着，替我传句话。传什么话？你就说我身为世子妃，理应为夫君分忧，为王府开枝散叶着想。我非但不多心，还愿意主动成全世子和柳姑娘的一片深情，同意她纳柳青宁为侧妃。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好事成双。既然要纳侧妃，只纳一个，未免太显单薄。世子要娶柳青玲可以，但必须同时迎娶我的一个远房表妹宋青青，一同入门，平起平坐，也好在府中做个伴。远房表妹宋青青，奴婢怎么从没听说过？你当然没听说过，那不是我的表妹，而是我出嫁前让侯爷寻来的一个媚骨天成、最懂男人心的花魁。柳青玲靠的是装可怜博同情，玩的是绿茶那一套。我就偏要放一个真正的尤物进去，跟他斗上一斗。我倒是很好奇，一个茶艺大师对上一个媚骨天超的狐狸精，究竟谁能更胜一筹？都下去！宋淑宁，你又去母妃那儿告状了。别以为有永阳侯府给你撑腰，你就能为所欲为。整整1个月了，你大婚之后一次都没去正房，天天腻在那个青楼女子的院里，你还想不想袭爵了？母妃，青宁她身子弱，离不开儿子。荒唐！永阳侯府要是闹到御前，咱们陈王府的脸往哪儿搁？今夜你必须去淑宁房里，否则就别认我这个母妃。宋淑宁，你就这么缺男人？世子误会了，你我既为夫妻，总要给长辈们一个交代。你若不来，难堪的不只是我，还有整个陈王府的颜面。你，世子留步，我有个提议，对你我都有好处。我们可以同房，但不同床。你睡外间的软榻，我睡里间的床。明日一早，我会让母妃看到她能笑的东西。如此一来，你尽了孝道，我也保住了体面。从此，你在外如何与柳姨娘快活，我绝不过问，如何？好，就依你。但你记住，宋淑宁，别指望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东西。姨娘，不好了！王妃刚刚赏了世子妃好多东西，还派人传话说她懂事贤惠。为什么？听说昨夜世子妃承宠，那块喜帕已经验过了，王妃龙颜大悦。假的，一定是假的。子瑜哥哥发过誓，绝不会碰他一根手指头。宋淑宁，你这个贱人，竟然敢跟我耍这种手段！我倒要看看你这出戏能演多久！世子妃，你这是怎么了？药效发作了。只要宋淑宁当众失态，我便可借口请太医。届时他是否还是完璧之身，一验便知。是他，刚是他给我端的茶。说，你到底在世子妃的茶里放了什么？不关我的事，不关我
娘，是柳姨娘给了我一包药粉，让我加在世子妃的茶里，说事成之后就给我一大笔钱。母妃，儿媳是冤枉的，她血口喷人，我没有。母妃，你要为儿媳做主。自从儿媳嫁入王府，柳姨娘便处处针对，如今她竟敢当着您的面下药害我，她这是想要我的命啊！儿媳知道我无才无德，不得世子宠爱，可我如今是世子正妃，代表的是陈王府的脸面。柳姨娘如此猖狂，不过是仗着我无所处，地位不稳。母妃若是儿媳再不能尽快为王府担下嫡子，恐怕下次就不是一包迷药这么简单了。求母妃为儿媳做主啊！把这个毒妇给我带下去，禁足在青柳阁，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出来。那个小贱婢，拖出去杖毙！冤枉！时机到了。世子妃，王妃对您真好，为了您的安全，让你来演武场选一位武艺高强的护卫。世子妃，您看，这位是王护卫，一套祖传的刀法，使的是出神入化。那位李护卫曾在边军效力，剑无虚发。身世必须简单，无父无母，无牵无挂，事后才好处理。相庙的孩子名义上是萧子瑜的，不能差太远。最重要的是，性格要鲁钝天真，容易掌控。那个人是谁？主子，他叫林武，是个孤儿，自小在王府长大，无亲无故，武戏不错，只是为人木讷，不爱说话，所以一直没什么晋升的机会。所有条件完美符合。世子妃，可是这林武……本妃只是随便看看，去查查他每日的当值路线和住处。是鱼儿已经上钩，接下来便是该如何织网了。主子，林武带来了。参见世子妃，听闻世子妃遗失了贵重耳环，不知是否在此处寻获？正是在这附近遗失的，那是我母亲所赐，对我意义非凡。这么晚了还劳动林侍卫，实在过意不去。我已备下清茶，林侍卫寻了这么久，想必也渴了，先喝杯茶解解渴吧。谢世子妃体恤，此乃属下分内之事。瞧你这脸色，身子还是有些弱。回头我让厨房给你多炖些补品，好好养养。啊！主子，主子你怎么了？主子你怎么了？主子，快去传太医！恭喜王妃，贺喜世子！世子妃这是喜脉啊，已有1个多月的身孕了。阿弥陀佛，我们陈王府终于有后了。好孩子，你可真是我们王府的功臣。从今天起，你什么都不用管，好好给本妃养胎。怎么可能？我明明没碰过他。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子瑜，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够了，太医都诊出来了，还有什么真不真的？让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碰他了？你答应过我的，你说过你的妻子只会是我，你说过正妃之位早晚是我的，可你现在让她怀了你的孩子！我是世子，让她怀孕是我的责任，是母亲逼我的。你闹够了没有？你到底碰没碰他？这孩子不可能是你的。主子，今天又加了，量不多，但长此以往，对胎儿总归不好。他终于忍不住了，也好，省得我再费心思。越是疯狂，就越容易注错。按我说的做，把我们自己备的药换上。这晚把药渣留好，我有大用。时机正好，去吧。
让他不小心发现点东西。是，王妃派来的李嬷嬷今天一直在外头盯着，说是关心主子的身体。哎呀，奴婢该死，奴婢该死！这不是安胎药，里面怎么会有红花和附子的味道？嬷嬷明鉴，奴婢什么都不知道啊，奴婢只是负责煎药。竟然有人谋害王府唯一的嫡孙！什么都别说，也别声张，跟我去见王妃。王妃，这是在世子妃院中药碗里发现的，有人要谋害您的嫡长孙。我的乖孙还没出世，就有人敢动这样的心思。这府里最盼着舒宁腹中孩子出世的人，除了柳庆龄，还能有谁？这歹毒的妇人！去把柳侧妃叫来，我倒要问问她，在我眼皮子底下，她究竟想干什么？姐姐真是好兴致，怀着我们成王府的金孙，还敢在这种天气出来闲逛，也不怕脚滑摔着了这宝贝疙瘩。妹妹说的是，只是终日闷在房里也气郁，太医说多走动走动，对胎儿更好。倒是妹妹看着阴尽足之事，气坏了身子。我的肚子，柳青，你为何要推我？你胡说什么？我何时推你了？是你自己不小心。来人啊！快来人啊！柳侧妃推倒了世子妃，世子妃流血了！回王爷王妃，世子妃确实动了胎气，所幸送医及时，处置得当，已无大碍。但接下来用静心养胎，万不可再有任何闪失了。那个毒妇，竟敢对我的王孙下手！来人，把这母妃息怒，青宁她是冤枉的，儿臣了解她，她胆小善良，绝不会做这种事。你还护着她？太医的话你没听见吗？定是宋淑宁自己不小心摔倒，故意陷害。这个柳青宁，我当初就不该心软同意够了！他们。为了王府的子嗣安宁，从今日起，柳侧妃禁足于清风院，没有我的命令，交由王妃处置。宋淑宁，你真恶毒，我绝不会让你得逞。姐姐，您身子刚好些，妹妹炖了燕窝给您补身子。妹妹有心了，你的心意我都知道，只是光有心意还不够。姐姐的意思是，男人嘛，都喜欢新鲜。柳青如今被禁足失势，正是你的好机会。这些你拿着，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把世子的心牢牢抓在手里。这太贵重了，妹妹不敢收。你我姐妹本就该互相扶持，你得了宠，我在府中才能更安稳。收下吧。记住，世子爷再来时，你不妨在他面前不经意地为柳青宁说几句好话，就说他只是一时糊涂，是太在乎世子爷了，才做了错事。但话说完，你又要立刻显出几分委屈和害怕，让他觉得你才是那个最懂事、最惹人怜惜的，这叫以退为进。他这是要我用温柔刀彻底断了柳青爷的念想。这个女人，好可怕的心机。妹妹明白了，定不负姐姐教诲。去吧，世子爷今晚应该会去你那儿，让他看看没了柳青离，他身边还有更美的解玉欢。还是青青你这里清静，能解我心忧，不像某些人只会惹是生非。世子爷能来妹妹这里，妹妹自然欢喜。只是妹妹心里也惦记着柳姐姐，她一个人被关在清风院，一定很难过。说到底，柳姐姐也是太在乎您了，才……够了！别在本世子面前提那个疯女人，好好的气氛都被她给搅了。是妹妹多嘴了，惹世子爷不快，妹妹给您赔罪。
好了，不关你的事，是他自己咎由自取。今晚本世子就宿在你这儿了。又是宋青青，那个贱人，竟敢抢走我的世子，还有宋楚宁，都是他，是他把我害到了这个地步。怎么办？主子息怒，如今世子爷被宋侧妃迷了心肠，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办？光靠我自己已经毫无翻身的可能，世子靠不住，王妃更是视我为眼中钉。唯一的生路就是让宋淑宁失去她最大的依仗，那个孩子。只要孩子没了，宋淑宁就什么都不是。对，还有宋锦轩，永阳侯府那二小姐，她一直倾慕世子，对嫡姐宋淑宁更是恨之入骨。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还有办法了。你听着，立刻想办法出府，拿着这个去铺路采买的刘管家，让他帮你给永阳侯府的二小姐宋锦轩送一封信，就说我想和他做一笔交易，一笔能让宋楚宁万劫不复的交易。快去，不惜一切代价。主子，我就这就去办。柳青宁想联手，很好。宋淑宁，你以为你嫁进王府，怀了孩子，就能高枕无忧了吗？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安安稳稳的拥有。柳青宁这个蠢货还是有点用处的。这是我从南疆商人手里重金买来的血麝香膏，这不需要吃下去，只要把它混在熏香里点燃，或者抹在贴身的衣物上接触皮肤，连续3日，胎儿便会悄无声息地化为水，到时候就算发现，也为时已晚。告诉柳青宁，想办法把这个抹在宋淑宁的肚带或中衣上，或是把她院中的熏香换成这个味道。3日之后，便是神仙也救不了她。二小姐说了，这东西比砒霜还毒3分，但发作极慢。3日后赏花宴那天，正好让宋淑心当众出丑。主子，柳青灵那边有动作了，她买通了咱们院中负责熏香的小丫鬟清河，让清河把今早新换的熏香球换成了这个。这是血麝，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熏的。好手段，连太医都查不出饮食有问题，但却能悄无声息打掉我的孩子，简直太阴毒了。奴婢还发现，王妃送给主子那件粉色华服和刚制作的2件新的肚挠，被人用同样的药膏抹在了内衬上。幸亏这几日我盯得紧，那丫鬟还没来得及放进您的衣柜，被奴婢暗中发现了。他们既然这么喜欢用香，那就让他们自己尝尝这香的滋味。那件披风先别动。另外，宋青青最近不是总来向我请教妆容吗？姐姐，前几天妹妹孕吐的难受，所以没来。今日身体好多了，来看看你。妹妹有心了，快坐。姐姐这儿又添了新衣裳，这几只料子真好，花色也典雅。别提了，前几日王妃娘娘赏了我几套新做的秋装，说是让我在赏花宴上穿。可你看我这身子，哪件都穿不下，腰身紧得厉害。放着也是浪费，怪可惜的。妹妹身量与我从前差不多，不如你挑几件拿去穿，反正放着也是积灰。这怎么好意思？这是王妃娘娘赏给姐姐的，妹妹怎么敢？你我姐妹还说这些见外的话，你穿的好看也是替我长了脸。那姐姐我先看看，这件披风真好看，这粉色不艳不素，绣的花也雅致。妹妹好眼力，这件披风是王妃娘娘特意让绣坊赶制的，轻薄又暖和。喜欢就拿去，赏花宴上妹妹穿着它，一定压过那柳青林。那妹妹就却之不灵了，多谢姐姐割爱。谢什么？你我同气连枝，本该如此。世子妃，您怎么确定他会选那件呢？不确定。如果他不选，我只有办法让他再选。柳青宁，你不是想要我的命吗？那我就给你一个惊喜。这宋青青自从怀孕后，母凭子贵，要脱离掌控了，刚好这次一箭双雕。
好吧，完全被看傻了。衣服让人也抹了，熏香也让人换了，3天时间够了。宋淑宁没了孩子，你在这王府什么也不是。淑宁啊，你如今身子重，还愿意来陪我这个老婆子赏花，我心里真是高兴。能陪着母妃是儿媳的福气。快坐下，别多礼。瞧你气色不错，我就放心了。怎么突然这么热？小姐，您的手好烫。妹妹，你脸色不太好，可是身子不适。没事儿，可能是穿的厚了些。宋青青反应不对，熏香和衣服都是给宋淑宁准备的，她怎么没事？难道……我的肚子！快穿太医！妹妹，你怎么了？不可能，怎么会是他？这什么情况？双向怎么没事？启禀王妃，宋侧妃这是中了血麝之毒，此毒通过呼吸和皮肤渗透，专攻包公。宋侧妃已有身孕近1个月，如今胎儿已然保不住了。血麝之毒，这毒从何而来？王妃，毒源就在这件衣裳的内衬上。这衣裳的里料被人用血硕涂抹过。这件衣裳是几日母妃赏给我的，我因身子重穿不下，才转赠给了青青妹妹。怎么会被人下了毒？这件衣裳除了你，还有谁经手过？儿媳拿到后一直挂在卧房，不曾穿过。后来青青妹妹来探望，看中了这件，儿媳便送了她。期间，儿媳院中的丫鬟、绣娘都碰过。王妃，老奴想起一事，前几日青柳阁的碧桃曾路过世子妃院中，当时只当是送东西，现在想来，恐怕没那么简单。不是奴婢，是柳侧妃。是柳侧妃让奴婢买通了世子妃院子清河，在熏香里动手脚，同时让她把血麝香膏抹在衣裳和肚道上。你血口喷人！我没有，那药明明是给宋楚宁的，我不知道怎么会穿在宋青身上，我没有。哦，所以你的确下了药，只是目标错了。好一个蛇蝎毒妇！柳妹妹，我知道你恨我怀了世子的孩子，可你竟用如此阴毒的手段要害我性命。若不是我身子重穿不下那件衣裳，今日躺在这里的便是我和我的孩子。母妃，求母妃为儿媳做主，为亲亲妹妹和她腹中无辜的孩人做主。来人，把这个毒妇拖下去，先打30大板，再关入地牢，永世不得出。宋淑宁，是你害我！你把毒液转给宋青青，你早就知道了，你才是真正的毒妇！好孩子，让你受惊了。从今往后有本宫在，再无人敢动你和孩子分毫。多谢母妃。主子，自从柳青罗被关进那阴冷的地牢，这府里真是清静了不少，再没人敢来咱们院子前说3道4了。不过是除掉了一只叫得最响的蝉，夏天还远没有过去，这府里想看我倒下的人多着呢。主子说的是，不过最近有件事，奴婢觉得有些蹊跷。主子还记得当初我们用来借种的那个侍卫林武吗？他怎么了？奴婢发现
他最近总是在我们院子附近徘徊，好几次想闯进来，都被护院的给拦下了。看他那神情，不像是起了色心，倒像是丢了魂一样，嘴里还总念叨着什么那天晚上记不清了。一个会行走的隐患，太危险了。冬梅，看来我们得亲自去处理掉这个麻烦了。大胆，竟敢冲撞世子妃！世子妃，世子妃，草民有话要问您，求您见我一面，就一个问题。那天晚上，在别院的那个晚上，我好像梦到了什么，我什么都记不清了，我的头好痛。世子妃，是不是你？林护卫这是多日不休息，产生幻听了吧？竟敢阻拦世子妃的轿子，看你是初犯。这次不追究，下次定不饶你。放了他，我们继续走。好像是，但又好像不是，难道是梦？主子，这是王妃最心爱的玉簪，难道你要？你怕了？要是被发现了，我们都会没命的。我们被发现没命的，只会是那个该被发现的人，而不是我们。你现在就去，把这个放到林武的枕头底下。主子，林武他罪不至死啊，他只是……是吗？那我的秘密要是被发现，我是不是就罪该万死？我若死，你能独活吗？去吧，这是命令，不是商量。岂有此理！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偷东西，真是好大的胆子！给我查，把整个王府翻过来，也要把那只簪子和贼给本宫找出来。是，王妃。是。人赃并获，去把人带来。冤枉！冤枉！王妃，管家，我没有偷东西，我现在是被陷害的。东西是从你枕头底下搜出来的，人赃俱获，你还敢狡辩？按照王府规矩，盗窃主母珍贵物品，杖毙。来人，拖下去，关入柴房，3日后行刑。我冤枉啊！我真的不知道这簪子是怎么到我房间的，一定是有人害我。是谁？究竟是谁要害我？慌慌张张，成何体统？主子，不好了！关押林武的柴房被人闯了，2个守卫被打晕，林武不见了！什么？霜降姑娘，林武不见了！守卫森严的王府，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劫走一个死囚？难道是林武背后还有我不知道的势力？慌什么？他逃不出京城，马上去查，封锁王府，看看昨夜有谁出入过。主子，永阳侯府派人送贺礼来了，请进来。给世子妃请安。侯爷和夫人听说您身子安好，腹中胎儿也稳固，特地备了些上好的补品和绸缎送来，给您和未出世的小少爷添添喜气。有劳母亲和父亲挂心了。不是林武背后有势力，是侯府，是我的娘家，他们一直在监视我，我的一举一动，所有阴谋算计，都暴露在侯爷和侯夫人的眼皮子底下。所谓的合作，所谓的靠山，都不过是假象。我自以为自己是执旗的手，到头来自己始终都是那颗可以被随时牺牲的棋子。威胁我，他们抓住的
是我和我腹中这个孩子的命，必须走出这个困局。世子妃，这位是秦嬷嬷。夫人说您身子重，身边没个得力的人到底不行。秦嬷嬷是夫人身边最稳重的人。老奴见过世子妃，从今往后，您安胎的一切事宜便都交给老奴吧。有劳秦嬷嬷了，狱卒来了。可以用膳了。冬梅姑娘，世子妃如今是双身子，入口的东西万万马虎不得。这些事还是我来吧，万一再有小人想动什么手脚，可如何是好？被彻底困在院子里了。我表面是世子妃，实则与阶下囚无异。夫人说了，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为了肚子里的小少爷，世子妃您可要万事听话，切莫任性。世子妃该喝药了，这可是夫人请了京城最好的大夫，为您和您腹中的小瓤爷配的，千金难求。如果我不喝呢？世子妃，您是个聪明人，这药您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您可得好好保重身子。夫人说了，永阳侯府的血脉成王府未来的继承人，这孩子不容有失。他们拿孩子威胁我，是去母留子吧？这是想软禁到我诞生孩子后，然后放弃我了。如果真对我好，怎么可能如此对待我？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如愿的。世子妃，这是侯爷和夫人特意为您寻来的安胎良药，您趁热喝了，老奴会一直在这里，亲眼看着您喝完。我喝完了，嬷嬷。世子妃只要安分守己，好好养胎，便是对侯府最大的孝敬。老奴职责在身，若有得罪之处，还望世子妃海涵。嬷嬷说的是，我都听嬷嬷的，绝不敢有二心。老东西，真以为能看得住我？淑宁，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可是腹中孩儿闹你了，快坐下说话。谢母妃关心，孩子很乖，只是什么？在我面前还有什么不能说的？是不是府里有下人怠慢你了？不是的，母妃，您千万别误会。快起来，有话就说。是我母亲派来的秦嬷嬷，她实在是太尽心了。每日的汤药、饮食起居都亲自盯着，无微不至，比府里的丫鬟想的还周到。这是好事，你母亲也是为了你和腹中的孩子着想。嬷嬷太尽心了，儿媳甚至觉得这孩子仿佛不是咱们王府的，倒像是永阳侯府的。连我这个做母亲的，想给孩子做件小衣，针线才拿起一会儿，都要被嬷嬷劝解半天，说针线劳神，怕动了侯府的胎气。母妃，儿媳是不是说错话了？没有，你说的很好，本宫知道了。你先回去好生歇着吧。王爷，永阳侯府好大的威风，派个奴才来咱们王府，名为照顾，实为监视，手都伸到我们成王府的嫡长孙身上了。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孩子姓宋呢。妇人之见，永阳侯这是在敲打我们，他怕子玉冷落了宋淑宁，怠慢了他未来的外孙。哼，
一个奴才都能在世子妃面前指手画脚，这哪是关心，分明是示威。那王爷，我们总不能就这么看着吧？再这么下去，王府的脸面何存？明日你去库房挑几件华而不实的琉璃摆件赏给侯府，就说是给秦嬷嬷的赏赐，谢她费心了。替我给侯爷带句话。秦嬷嬷的事，我可以当做没发生过。父亲大人关心则乱，女儿明白。但有些事，我想父亲大人也该想明白了。世子如今对宋青青恩宠有加，以后还会有李青青、王青青。若他们之中有人诞下子嗣，即便我的孩子是长子，将来这王府的爵位也未必能安稳到手。世子活着一日，变数便多一日。可若是世子不幸英年早逝呢？我腹中的孩儿作为他唯一的遗腹子，便是成王府名正言顺、无可争议的继承人。到那时，我这个孤儿寡母，除了依靠永阳侯府，还能依靠谁？这成王府的将来，不就等同于永阳侯府的将来吗？究竟是留着一个处处与您作对，让侯府蒙羞的女婿，还是扶持一个完全为您所用，能带来无上荣耀的亲外孙？请侯爷相处。话我会带到，属下告退。萧子玉，你的死期到。妹妹真是好福气，身子轻盈，想去哪里便去哪里，不像我，如今是走几步路都喘。前几日听府里的下人说，城外青云山的红叶开得漫山遍野，美不胜手，还说山上的清风观祈福最是灵适。姐姐是想去为腹中的小上子祈福吗？有这个心，却没这个力气了，只能盼着你们这些有福之人，若是有机会去，替我多求一支平安签吧。这支簪子衬你，记住，男人都喜新厌旧，要时时让他看到不一样的你，才能留住他的心。青青明白了。去吧，世子该等急了。你又怎么了？整日唉声叹气，是嫌本世子还不够烦吗？妾身不敢，只是想到腹中的孩儿，妾身这心里就不踏实，夜夜梦魇，总一己德行有亏，累及了孩子。够了，整天哭丧着脸，晦气，有事没事就拿孩子说事。你那孩子，你心里没数吗？世子，看您累了一天，我亲手给您炖了汤。咦，姐姐也在啊？还是你懂事。世子，整日待在府里也好生无趣。我听人说，现在青云山的红叶正好，若是能去山里逛逛，呼吸些新鲜空气，心情定会舒畅许多。山野之地有什么好去的？人家还听说青云山清风观的红叶能为腹中胎儿祈福呢。可惜姐姐身子重，去不了。不然，若是能求得神明庇佑，姐姐或许就不会日日忧心忡忡了。为腹中胎儿祈福。既然宋淑宁那么在意，我偏不让她如愿。说的也是。明日，本世子就带你去青云山赏红叶。姐姐，世子妃姐姐，我害怕。怕什么？我们要做的那件事，那是弑君之罪的同谋，万一事发，我们都会死的。我不想死。姐姐，我们收手好不好？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只想活着。收手？宋青青，你是在跟我说笑吗？从你被父亲大人选中，送进这成王府的那天起，你就没有回头路了。你以为你是什么？是来和柳青灵争宠的侧妃吗？不，你跟我一样，都只是一颗棋子。你以为如果计划失败，侯府会保你吗？错了，他们第一个要灭口的就是你这个知道太多秘密的自己人。你的家人，你的荣华，全系于我一念之间。你若敢有半点动摇，泄露一丝一毫的风声，不等朝府动手，侯府的安危就会让你无声无息的消失，就好像你从未存在过一样。不会的，侯爷他不会，那你大可以试试。
看看你的命在侯爷心里值几斤几两。听清楚了，你我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活你才能。母妃，儿媳近日思量，世子膝下子嗣单薄，终究是儿媳与两位妹妹的不是。儿媳身为世子妃，理应为王府开枝散叶，多多费心。只是宋侧妃精力有限，不若我们再为世子添些新人，也好替妹妹们分担辛劳。此事就交给你去办，务必挑选些容貌出众、身家清白的女子来，尽快为我成王府添丁。是，儿媳遵命。哎呀，世子殿下，奴婢该死，奴婢给您擦擦。世子殿下别理他，毛手毛脚的。您累了吧？喝碗汤补补身子。都给我滚出去！全都滚！一群疯婆子！你闹够了没有？放手！本世子只是出去散散心，谁说要抛下你了？我不信，我不信，除非您带我一起去，否则我今天就一头撞死在这石狮子上，让您和所有人都知道我是怎么被活活逼死的。行了行了，别闹了，真是晦气，真是扫兴。给他再收拾一辆马车，跟着，真是扫兴。主子，那个柳青宁竟在府门口撒泼打滚，逼着世子带他一起去青云山了，世子竟然还答应了。他自己要去的，挺好。有些人总是自己赶着去投胎，最好不过了。世子爷，这葡萄可甜，您看这山景多美，若能日日与您在此，青灵死也愿意了。葡萄甜，人更甜。主子，风大了，您怀着身孕，当心着凉。好好享受吧，小紫玉。这或许是你最后一次看见这般明媚的阳光了。主子，你没事吧？统领，不好了，世子妃马车的车轴断了。怎么回事？磨磨蹭蹭的。启禀世子，车轴断得彻底，天黑前怕是修不好了。这山路崎岖，夜间行车太过危险。依属下之见，我们只能在附近寻个平坦之处，暂时扎营过夜。世子，前面山路崎岖，天色已晚，请示是否扎营过夜？废物，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在这荒山野岭过夜，除了是谁负责？世子，妾身害怕。罢了罢了，就地扎营，晦气。主子，这地方总让人心里发毛。你听到了吗？听到了。有刺客接阵，保护世子！救我！他们要杀了我们！是宋淑宁，一定是他和永阳侯府以来的刺客，让这些人去杀宋淑宁，只要我活下来就可以。别管宋淑宁，他死不足惜，所有人都来保护我，保护我们！快来！本世子命令你们快来！在那边，主子在那辆马车上，追！主子，您当心身子！世子，世子！你们
们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救世子啊！世子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成王府不会放过你们，我父亲酉阳侯府也不会放过你们，所有人都得死！留下1队人保护2位主子，不惜的人一切代价也要把世子救回来。是。姐姐，你刚才那演戏而已，若不演得真一些，怎么能骗过所有人呢？那世子他那些刺客真的是……世子他回不来了。那些人是我父亲的死士，他想让我死在私奔的路上，想让我死在刺客的刀下。我不过是让他自己也尝尝这种滋味罢了，这很公平。那刘姐姐她呢？她和世子在一起，刺客们会不会……一个失宠的妾室，在世子出游时引来刺客，意图谋害身怀有孕的世子妃，却阴差阳错害死了对她情深意重的世子。你说，等她活着被带回王府，成王和王妃会怎么处置她？她可是这场大戏里最重要的角色，怎么能轻易死呢？舒宁，我的儿，子瑜他就这么去了，我们就这么白发人送黑发人啊！母妃，您节哀，世子去的突然，儿媳的心也像被刀剜了一样，只是您要保重凤体。还有我的孙儿子瑜的血脉，我们萧家唯一的根。我的儿。世子妃，侯爷和夫人听闻噩耗，心痛不已，特命老奴来接您回府小住，也好安胎就养。终于来了，可惜你们的算盘打错了。母妃，放肆！王妃息怒，老奴也是奉命。世子尸骨未寒，舒宁身为子瑜的妻子，岂有回娘家胎胎的道理？她腹中怀的是我成王府的嫡孙，谁也别想动她分毫。王妃息怒，老奴也是奉命，奉谁的命都没用。来人，送客。告诉永阳侯，我儿媳妇和孙儿，我成王府自己会照顾。好孩子，委屈你了，以后子玉留下的血脉就全靠你了。你想要什么，只管开口，母妃什么都给你。儿媳什么都不要，只求能为世子守好这个孩子，让他平安降生，高为世子在天之灵。王爷，所有线索都指向了柳氏、柳青林。柳青林，说是。我们的人在柳氏院内一个废弃梳妆匣的暗格里搜出了他与城外乱匪的往来书信。信中，柳氏怨恨世子妃夺走恩宠，言辞间满是取而代之的恶毒之语，并约定在青云山动手。好一个取而代之！他一个卑贱的妾室，也敢动这种心思。还有呢？回王爷，小的们还查到，柳氏在案发前1个月内，曾多次派心腹丫鬟出府，变卖他名下近半数金银首饰，得银3000两。这笔钱如今不知所踪，但我们抓捕了其中1名刺客的家眷，其家人招供，案发前收到了一笔3000两巨款，让家人远走高飞。3000两，金额都对上了。毒妇，这个贱人！本
王待他不薄，他竟敢害死我的玉儿！他以为玉儿死了，他就能活吗？本王要让他生不如死！来人，将那毒妇柳青泥给我押入天牢，严刑拷问。本王要他把所有铜胆都给本王吐出来！吃吧，断头饭。不是我干的，你们抓错人了，是宋初宁，是那个贱人。省什么你？宋初宁是那个贱人。证据确凿，还想狡辩？王爷下令了，3日后就将你当众杖毙，以为世子在天之灵。不，你们都被骗了，是他，一切都是他的阴谋，他杀了世子，他要夺走王府的一切，他是魔鬼。嘿，还真是个毒妇，死到临头了，还想污蔑我们那可怜的世子妃。人家刚死了丈夫，正怀着身孕，你张口就来，也不怕遭天谴。怀着身孕，孩子，对，那个孩子是假的，是野种，他根本没有和世子圆房，他肚子里的孩子不知道是哪个野男人的，你们去查啊！求求你们去查啊！求求你们去查呀！我看你是真的疯了，再胡言乱语，小心拔了你的舌头！你们都会后悔的！你们引狼入室，养虎为患！疯了，彻底疯了！他是个魔鬼，你们全都被他骗了！你们也退下，在门口守着，不许任何人靠近。是，世子妃。宋淑宁，你这个毒妇，是来看我笑话的吗？笑话？不，你还不配。我是来为你解惑的，让你死个明白。你以为世子没了，你就能高枕无忧，刺杀皇亲，你也脱不了干系？不，只有你。你以为那晚你收到的让你去青寻山救世子的密信是谁送的？还有，当初在新房里威胁我的崔嬷嬷，你以为她是怎么死的？她不是失足。你胡说！至于萧子玉，我的孩子真是世子的孩子。不可能，世子那么爱我，他说过，他为了我都不曾碰你。爱你，他的爱可不止你。我身为世子妃，有世子的儿子，本该如此。倒是你亲手害死了世子。不是我，世子爱错了你。是你，就是你害死世子的。忘了告诉你最后一件事，你输的不冤，但也实在可笑。你从头到尾都不是在跟一个世家小姐斗，我根本不是宋淑宁，我只是永阳侯府里一个你从未正眼瞧过的丫鬟。贱人，你这个贱人，我跟你拼了！世子妃，柳氏已经行刑了。王府的下人说场面很惨，是杖毙。罪有应得罢了。世子的大仇得报，王府也该清静了。宋侧妃呢？回世子妃，宋侧妃自那日从青云山回来，便一直称病不出，说是受了惊吓，整日以泪洗面。是该受惊，他此番也算有功，不能亏待了他。去传我的话，就说城外的静安寺香火鼎盛，最适合静心养神，让他即刻启程，去庙里为王府、为死去的世子祈福吧。世子妃的意思是让宋侧妃常住？难道让他留在府里，时时睹物思年，触景伤情吗？这是为了他好，告诉他，府里会照应他的一切用度，让他安心为王府祈福，就不必再回这伤心地了。是，奴婢明白了。侧妃娘娘，请吧。世子妃吩咐了，您路上所需的一切都已备好，庙里也都打点妥当了。明白了。世子妃，侯爷和夫人对您能坐稳王府主母之位甚是欣慰。
说，夫人说府里那个叫林武的侍卫前几日练武时受了点风寒，不过他身子骨硬朗，请了太医瞧过，如今已大好了。敲打吗？提醒我，孩子的生父还在侯府手里，我的致命把柄还在他们手上。母亲真是有心了。既然母亲如此关心我的起居，我这个做女儿的自然也要有所回报。冬梅，你去库房备一份厚礼，就说我感念母亲为我日夜操劳，特意寻来这西域奇珍忘忧散，此香料有奇效，最能安神忘忧。是，奴婢遵命。你务必亲手交到母亲手上。夫人不可，这是西域的忘忧散。忘忧散，听着是个好名字。夫人，此物少量使用可安神，可若是长期闻着，会渐渐神思恍惚，记忆衰退，最后会变得痴傻，忘记一切。威胁我侯府吗？可以让我们忘了这些秘密，也可以让我们变成真的忘了所有事的傻子，互相遗忘，也可以鱼死网破。我们养出了一条毒蛇，一条再也关不住的毒蛇。恭喜王爷，恭喜王妃，是位小圣子，母子平安。好，我成王府有后了。像他母亲，真好。传我的令，王府上下所有下人上3个月月钱，开仓放粮3日，与全城同庆。是王妃，小的这就去办。主子，您辛苦了，王爷和王妃欢喜的快要疯了。一切都如我所愿。孩子，别怕。从今往后，你想要的一切，娘都会为你